这场选举呢，只要带你来看到结果已经出来了。这个是在印度，印度呢，他们现在在竞选。那莫迪本来是很有信心，结果现在甚至还喊出说他一次在国会里面要拿超过400席。结果选完之后发现他是当选了啦，他呢现在确实是连任成功，但是问题是他的国会呢竟然已经没有办法拿到400席之外，还掉了大概有63个席次，变成了所谓的没有单独过半，他就得要去寻求跟人家来结盟。这么一件事情呢，跟原本国际间所听到的，他们所喊出来的大相径庭，所以呢，印度股市大跌4年来最惨，甚至呢这一回他们讲的问题在哪里？哎呀，可能又是美国那一句问题。在经济，高失业率呢，现在被说不敌莫迪个人的政治魅力，所以选民依旧不买单，给他一个信号，告诉他经济搞好才是重要。而台湾这边呢，则被发现我们的总统赖清德其实第一时间就祝贺莫迪连任成功，那同时呢还说，哎呀，希望在莫迪的领导之下，我们可以扩大在经贸、科技还有其他领域的合作，甚至呢，在这一篇 po 文里面还说是破100万浏览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好，但是呢，大家在说这个真的叫做共享民主自由价值的坚实伙伴吗？这个暴露了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呢，当然对于印度来讲，它现在呢，美国认为它是所谓的抗中之间的一环，承认它是个盟友，可是印度跟中国之间是不是真的美国就会站在他这边？其实现在大家也打一个问号。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卫星揭秘了，说对岸的歼20部署在中印的边际这一边啊。印度方面觉得是军事威胁升级的明确信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歼20它配备射程超过300公里的导弹，所以呢，印度这边就觉得这个对他们造成了威胁，甚至呢，他还喊了什么，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充分准备，还说不只是边境这一边哦，如果说跟海域这边有关的，我们海陆空通通都已经做好准备了。只是印度的军事一直以来，很多人喜欢看，因为呢会有一些小花絮出现，譬如他们最近一直在讲的这个布拉莫斯导弹，这个算是他们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利器，可是却被发现里面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军事机密，竟然被这个巴基斯坦给知道了。巴基斯坦跟他们不是那么样的合嘛，那怎么会知道的啊？是难过美人关啊，竟然是跟美人计有关系。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上一次他们在买航母的时候，说也是跟美人计有关。那个时候呢，说是印度这一边去到了俄罗斯，然后被人家色诱之后被拍下不雅照，所以呢，后来买的航母贵了1.5倍。虽然他们讲这两个东西没有关系，但是这一些其实在的都让大家在看印度的军事新闻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现，哦，原来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回过头想要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国际之间啊？大家对于印度这场选举，很多人都讲啦，莫迪之前这么有底气的原因，那个时候股票还一直在涨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声量很好，声势很好，结果选出来好像有点让大家觉得啊，怎么会这样？您怎么看？不是只有他意外啦，全世界都意外，因为民调都不准。这个可以说是中下阶层的大反弹呐。那中下阶层投票率会这么高，我觉得他出乎他意料之外啊，因为他基本上是比较亲市场的。他在那个原来当省长的时候，大家就说他是印度的广东省嘛，他就是主张改革开放的，那没有错。他当2任的这个总理啊，坦白讲他是蛮有贡献的啦啊，他这个基本上至少从2014年就开始搞印度制造，那我认为到现在确实有搞出一些名堂啦啊，比如说苹果手机确实就挪过去了，有一些东西都基本上有发展起来啊。那第二个就是他基本上就是让在度逐渐形成一个统一市场。以前地方的贸易壁垒一大堆啊，是现在还是有壁垒啦，可是已经比以前好太多了。以前在印度做生意非常辛苦啊，非常的辛苦，所以我是觉得他，可是就是这个坦白讲就跟邓小平一样嘛，邓小平就是改革开放，先让部分人富起来，不是吗？那就造成严重的贫富不均嘛，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贪污腐败，完全一样。我跟你讲啊。那印度就是3大财团什么阿达尼啦，有3家财团啦，
然后塔塔啦，还有另外一家，这3家占了印度的整个这个 GDP 的20%。是啊，那当然就会造成很多富人啊，这是事实嘛啊。那穷人，坦白讲，他有2个部分没有处理好啦。那选举上引起大反弹，一个就是穷人的反弹，中下阶层啊。那所以我看到美国有一个报纸啊，他说印度不敌哦，每日收入4块美元的穷人，那就下这个标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宗教矛盾啊，因为他对穆斯林跟锡克教实在太凶狠了啦，他这种印度教独一无二，然后他甚至还想修宪啊，要把印度教列为国教，你想想这会引起多大的反弹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有一好没有2好，就是它是很鲜明的啊，所以我就看到第一天，因为票还没有完全统计完哦，知道他赢了，股票涨3%，那第2天发现他只赢了这么一点点，股票跌8%，就是戏剧性的国家了啊。那我是觉得，基本上他就是要修正他的路线啦，要照顾穷人，然后宗教要能够更宽容啦啊。不过我跟你讲啊，我们台湾在印度的经营啊，是远远落后日本跟韩国了啊。我们台湾在印度的企业可能没有超过100家哦，可能没有超过100家。日本有多少家你知道吗？我后来才知道，日本是4000家，差非常远。那这个有一个原因，因为印度在战后初期那个尼赫鲁那个时代，他是比较跟周恩来比较好。所以他非常不喜欢蒋介石啊，所以我们台商事实上去印度去的时间很晚啊，因为我在台湾见过印度驻台代表，啊，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小时候就看到现代汽车1971年就去印度了，这么早？对，他一开始做零组件，那后来人家现代汽车慢慢做起来了嘛，那就从零组件变成了是一个。整车制造的公司，对，所以你看人家布局多早。我说日本跟韩国啦，所以赖清德说啊，希望台湾跟印度能够多合作啦。我跟你讲，你的起步落后人家非常远啦，非常远啦啊！照理讲，日本、韩国距离印度更远啦，可是他在印度的投资还有产业的发展的状况，真的，我认为是遥领先台湾，超过20倍以上哦，所以我是觉得。台湾在这里当然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啊，某些层面其实也是布局啦，政府到这边到底有没有下力哦？告诉大家说，其实呢，这边政府也可以协助你拓展一些空间。这一次呢，其实，在选举当中，刚刚亮哥讲了，其实全世界呢都有点跌破眼镜的原因，是因为一开始大家真的以为，莫迪很厉害，但是呢，后来也被发现了，这个是法新社说，在这6个星期的投票当中呢，他们有4处的去采访，结果很多人都讲说，相较于政府不断强调的意识形态，其实他们更关心的是印度长期失业的问题。就连帮莫迪写传记的那个作家，他也都讲说，其实大家关心的真的是生计失业，还有物价上涨。那对于那些炒作的东西呢，是比较少共鸣的。其实讲到了印度他们近几年来很努力在发展的还有什么？因为要抗中嘛，所以他们很努力发展，还有军事。但是呢，某些层面上面，请教司令，可能也跟亮哥刚刚讲的一样，当权力总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弊案，就发现怎么每一次都是美人关。对，很容易，因为他这个美人关一进去之后，这个就被整个的价格就抬高泄密了。然后我们去看这个布拉莫斯飞弹，布拉莫斯飞弹它两个情报外泄了，第一个是液压系统，液压系统对整个那个飞弹来看的话，因为布拉莫斯是超音速反舰飞弹，它这个自动的这个效果就马上被掌握，知道短板在什么地方就知道。第二个是气动力。气动力的话，因为飞弹气动力，它在追踪目标的时候，气动力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超音速的气动力那个调整呢，那是非常迅速的。如果没有调整迅速状况下，直接错过目标，因为你速度太快。那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这个核心机密如果被巴基斯坦，因为巴基斯坦跟印度是2个死对头嘛，那这样的话对印度来看，你这个布拉莫斯飞弹的话，作战效益马上大打折扣，因为你的关键情报被巴基斯坦所掌握。巴基斯坦会把这情报分给中国大陆，可能也会，因为他们2个是巴铁
我们经常讲8铁嘛，就知道了。那另外我们来看在日喀则，就是歼20停在那个日喀则，日喀则机场就在青藏高原上面，对，那个标高4000公尺，跟我们在玉山差不多高了。我们玉山3952公尺，你在这个状况下换成这高原呢，它的大气压只剩下0.65大气压了，空气非常稀薄，所以日喀则机场是几乎是5000公尺。一般来讲，我们的机场标准的就是3000公尺，它5000公尺，为什么？它的大气非常，它的这个气压非常稀薄，推力就有限了，因为空气稀薄啊。你就好像把这个机场日喀则机场盖在我们的玉山上面，它可能是全世界战斗机机场里面可能最高的，标高最高的。它还没有起飞，它已经在4000公尺的高度了，所以它推力非常的小，因为空气稀薄，空气密度非常的低，所以它这个歼20有没有看出来双发动机？为什么？因为空气很稀薄啊，你要双发动机才能够把这个歼20升空啊。你看它把它克服了这一个，为什么克服了？因为歼20换了涡闪15发动机，涡闪15发动机它可能可靠度跟它的推力都改进了，那大改进，它就可以上高原，它可以从这个4000公尺的高度起飞。你看空气那么稀薄就起飞，那换句话说，它克服了这方面的障碍。而且我们知道歼20它有2个特色，第一个它匿踪，雷达不好搜索，除非是量子雷达或者是米波雷达，才有办法去稍微抓到它的一个影子。第二个，它挂了霹雳15的空对空飞弹，这是远程的空对空飞弹了。霹雳15可以打270公里，那它一起飞的时候就已经根据印度的目标，印度的不管，因为印度有 F16，印度有幻象，印度有标风战机，印度也有米格29，它的系统非常多，有美国系统，有俄国系统，有法国系统，还有自己做的系统，它很复杂的。所以在印度有时候空中管制非常困难，为什么？它的频谱都不一样，那频谱都不一样频谱都频道受管制，所以在印度有时候民间要打电话都不通，为什么？因为频道都被管制了，你跨区就跨频道。因为为什么军事频道优先？所以印度的系统蛮复杂，后勤也复杂，作战指挥也复杂。那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压到这个日喀则，对印度来讲，它的空防还有空中的压力是蛮大的。因为中共在这一方面的话，是地缘战略考量，他先把这个王牌的歼20部署到日喀则机场，是有这方面的我们讲的战略的调整。那从国际局势上来看，要请教大中老师了。原因是因为，当然啦，印度一直以来都希望跟美国近一点点嘛，也希望他跟美国当一个坚定的盟友。但是对于中方这一边呢，其实他们一直以来，希望生意可以做，但是边境的这个部署，海陆空已经对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一些喊话也从来没少过。对，因为大概从2018年到现在其实中印边界的问题一直没有办法获得很完美的解决所以一直是一个隐患。但我们也知道这一次的 BJP 它选举结果真的是让很多人跌破眼镜了，就是选前的民调还有他们自己所喊出来的300席400席，但最后证明它比上次2019年掉的大概60席，他没有办法单独执政所以虽然是莫迪迎来他第3任的总理任期一般判断他可能会超越印度独立后的第1任总理尼赫鲁的总统任期，因为尼赫鲁是1947到1964，但目前新一任的这个总理任期，可能莫迪所面临到的内外的挑战还是非常多。第一个是跟美国的关系就像刚才所提到，其实在因为莫迪是2014年就任嘛，当时是奥巴马的第2任期，其实美印关系慢慢在好起来对，在奥巴马任内其实莫迪访问美国至少4次。川普时期也是如此。去年拜登大家有印象，去年6月份的时候，莫迪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可以看到华府所摆的那个阵仗是非常的高规格，非常的以礼相待，里面谈了很多很多东西，从国防到这个关键的科技，到很明白讲说我支持印度争取2028到2029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美国几乎是把所有的好话都说尽，想要去拉拢这个目前的印度。其实很清楚了，背后大的背景就是一个美中的战略竞争。美国所摆出来的阵仗，包括美日印澳 Quad 也是如此。给予印度很多很多的优惠，包括让印度参加 IPEF 印太经济架构，也有比较多的一个弹性，印度可以自己去选择他想要加入的各个支柱。但是我觉得在这状况之下，美国还是面临到2个局限。第一个局限是在印度本身，因为中印边境刚刚讲这么的长，印度是对中国有很大的防备之心，但也代表说他没有那个本钱全面跟中国大陆决裂，因为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噩梦。
对双方其实都是。那印度的外交长期讲的是战略自主、不结盟、中立。所以在这个大的这个氛围之下，即便莫迪的外交是非常的强势、优势、有自信、弹性，但这是美国面临到的第一个，我觉得它的局限。第二个局限就是可以从俄乌战争里面看得非常明显，因为目前美国是死死盯着俄罗斯，但是印度跟俄罗斯关系又这么的好，所以可以看到在这么多的国际场合里面，包括联合国，印度投的都是弃权票。那还有包括从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印度还是很多俄罗斯天然气、石油的重大买家，这就是第二个局限。好，其实呢，在现在国际间，大家也都在看美中之间的这个战略，特别是美跟中俄。好，原因是因为呢，现在发现了俄罗斯他们的军官呢，竟然要在加勒比海军演，哇，这件事情大条了，因为那不就是美国的后花园吗？两个地方。一个呢是古巴，一个是委内瑞拉。那这一次呢，俄罗斯方面讲说，确实没有事先跟美军讲，美军当然必须要装作非常镇定，因为他说呢，我们不认为会构成威胁，但是我们会严密监控。地图摊开来看，加勒比海就是在美国的旁边嘛。那如果说不管是停这边或者是停这边，对于美国来说，当然就觉得芒刺在背啊。而且别忘了，美国之前不还讲，中国在古巴有基地，在委内瑞拉训练部队，哇，那这样子会不会变成中俄真的就连起来对美国给出手了呢？其实现在呢，在北约这一边，美军呢也开始在思考，是不是要真的跟俄国正面交锋。好，原因是因为现在传出1.7万的美军呢要快速投入战场，甚至开始预演跟俄罗斯开战。那这边呢，他们要开始进行联合军演之外呢，还有所谓的5条的陆地走廊，讲的就是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就要让他们快速的进到前线。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讲法？因为呢，现在美国这边也松手了，让他们给这个乌克兰的武器能够直接打到俄罗斯境内。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北约的无人机呢，说西班牙来的第一次呢是开轰俄境。好，这是葡萄牙所提供的无人机。那现在呢说，长城的预警雷达就是被葡萄牙提供的无人机给摧毁了，是第一次北约武器用来攻击俄罗斯境内，俄罗斯这边到底会怎么样的反击，目前还不知道。而且呢，现在还传出了说，乌克兰这边的无人机营其实呢是有被俄罗斯这边给轰炸。那开始来讲，会不会双方情势会升温？结果普京呢突然之间拍板了，什么意思？他说我们真的没有要打，到底是谁说的？说我们的没有那个帝国野心，无意要攻击北约，甚至他还讲这个一派胡言，很有可能就是西方国家自己说的。他们说来要什么？他们说来要反击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借口。他认为这根本就是胡扯。好，其实呢，不只是俄乌战，现在有可能会升温。以巴战这边呢，大家也在担心，原因是因为以色列现在开始讲了，是不是会开战黎巴嫩？英国金融时报这里呢，开始有提出了一些警告。纳塔尼亚胡他讲法是我们准备好做激烈作战，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呢，他们在北部这里确实有在交火，甚至呢，真主党有说要对此来负责，那就表示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边战火会不会持续的在升温，甚至铁穹也被真主党给摧毁了，所以以军呢再召集了5万人要准备反击，而这一些现在呢都被说有可能会让战事进一步升温。黎巴嫩之外，还有一个是叙利亚，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又去轰叙利亚，也造成了伊朗革命护卫队的这个顾问呢不幸丧命，所以呢，伊朗这边不管是叙利亚，不管是黎巴嫩，他都在背后，都是那个老大哥。会不会最后还是剑指那个老大哥？看看如果伊朗参进这一局，美国会不会来救救他？好，国际局势请教亮哥，原因是因为中俄如果真的合起来，这一回又是到了加勒比海，太近了啦。美国的海军是说不得惊，但是他们会严密监控。对，因为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武器打到俄罗斯境内嘛。那初步了解也包括 ATACMS 远程的导弹，那也包括滑翔炸弹，也包括海马斯的火箭弹的系统。都可以打俄罗斯境内。那俄罗斯本来是威胁说他就用战术核武来回击嘛。对。那可是这是美国提供啦，你要打哪里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啦。
就说你要搞我是不是？那我也到你后院搞一搞啊。所以这个军演搞不好不是真正的军演哦，搞不好他趁机把某些武器交给古巴啊。哦，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啊。哦，那你记不记得美国用那个低风系统到菲律宾的吕宋岛？那个也是一个中程导弹。中程导弹，你怎么知道不是中俄的联手？哦，所以我跟你讲啊，现在国际情势会越来越复杂了啊，因为中国大陆现在也在进入中南美洲，不过中国大陆基本上是经济上的，是，那俄罗斯是军事上的啊，所以我是觉得中俄联手真的有一些在国际政治军事上的布局啊，你可能不能只看表面啊，就是你美国也在搞我啊，那我也来搞你啊，彼此心知肚明啊。那你说普京说我没有要打北约了，真的吗？你普京上个礼拜讲的话我都还记得嘞，说如果这个欧洲提供 F-16啊，俄罗斯就视同是核武部署因为 F-16理论上可以射核弹所以你如果要这样搞，那北约的人口密集的小国，你给我注意了，这个是普京讲的话你怎么一下弹就又忘记了？所以我说搞这种模糊战术你说俄罗斯会不会打北约的小国？我认为第一时间讲的话多半是真的啦。你比较相信那个下意识？那北约小国明显提供 F-16给乌克兰的，就是丹麦跟荷兰嘛，这太明显了嘛所以他是不是在讲说丹麦跟荷兰你给我小心一点更何况那个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就发生在丹麦的海域所以我认为他对丹麦跟荷兰早就心里不爽很久了啦。我觉得大家不要以为那个小国是指立陶宛或爱沙尼亚那个不是三小国，那个太弱了啦，不构成他要用力的目标，那个让白俄罗斯去打就好了。因为立陶宛军队只有2万白俄罗斯就有20万所以哪里需要俄罗斯出手？所以我觉得他那种警告一定是比较针对更近距的欧洲啦，就说你北约不要太过分那德国也宣布了类似的主张说德国提供的武器都可以打俄罗斯内部是可是俄罗斯不可能去打德国啦，他一定是选小的打啦，就是这样。所以我坦白说你说欧洲会发生什么事，我真的不知道，因为就是未来你怎么知道俄罗斯哪里被炸了那真的丢了什么样的武器那以色列，我坦白说，黎巴嫩真主党对去打以色列，正中纳坦雅胡的下怀，还怕你不打？对，那这样他就可以继续打下去了。他正希望他的战争不要结束嘞，南部快结束了。对，那个拉法这个地方已经有点不好再打了，因为国际舆论，可是这个是黎巴嫩真主党，黎巴嫩真主党，美国把它当作恐怖分子那我去打，美国没意见了吧？我看纳坦雅胡大概是最高兴的人所以我估计那接下来就是以色列又要转他的部队到他的北方跟真主党大拼一场如果连铁穹真主党都找到方法来做部分的摧毁那以色列肯定不客气了啦。我认为一定是大军挥进痛打一番然后让那个美国内部反对以色列打加沙的人暂时就不讲话，就会变成这样。因为已经不是所谓的巴勒斯坦，已经变成了真主党，那个状态又不一样了。这个就是纳坦雅胡的计划嘛，他本来就想这样干对不对？战争就不会结束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到底这场战争还要坚持多久呢？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听专家点评。好，我们刚提到俄乌战这边呢，是北约国家纷纷放手，让乌克兰拿他们的武器可以去打俄罗斯境内。现在大家就担心会不会让火烧起来？请教司令。对，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讲这个乌克兰，它用的是葡萄牙的这个特凯佛的 AR3的这个无人机。这无人机它有2个特色，第一个它飞得非常远，是。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感测器，一般来讲无人机都挂的是 EO， 就电子光学。那只有白天或者没有云的状况之下，垂直能见度非常好的状况下使用。
它现在挂的是合成孔径雷达，就是雷达照相法，它不受任何白天晚上都可以哦。那这样的话，就专门把俄罗斯的这个 S-300的远程地对空飞弹或者 S-400的地对空飞弹抓到了。那没办法伪装，因为合成孔径雷达的话，你只要有金属反应，它就抓得到你。那这样的话就摧毁那些 S-300或 S-400的这个地对空飞弹。为什么要摧毁它们？因为乌克兰快要拿到 F-16了。先把这些地对空飞弹把它阵地把它做摧毁，F-16就可以做一个纵深轰炸，是这个样子哦。它原来是现在的目标是在对俄罗斯 S-300、S-400的防空飞弹阵地在搜寻，然后再做摧毁。然后地面还会引导指引地面部队对那个地方做标定的位置做精准打击，海马斯火箭也好，或者战区的这个短程的战术飞弹也好，就要做摧毁，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它有它的战术考量，这方面来运作的话。乌克兰的话，短时间之内，它可以把地对空的飞弹，俄罗斯这一方面的会造成战损，但是问题是，俄罗斯后继还是会上来，因为它可以做这个战场战力的填补。那第二个，我们讲到这以巴冲突、以巴战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呢，已经打了8个多月了。那这样子状况之下，那现在就是北边的黎巴嫩的真主党也动手。换句话说，以色列的战略目标这样的：先解决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完毕之后，再去解决北边的黎巴嫩的真主党，是这个样子。那刚好变成诱导，你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刚好动手，那刚好正中以色列的下怀。对，他现在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加沙地区差不多了，已经整个扫荡的差不多了，整个任务快要告一段落。那专心的在对付的这个黎巴嫩真主党，所以黎巴嫩真主党，但是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像哈马斯组织那么弱，因为他经过这8个多月的准备，你这样子他有准备。换句话说，会造成以色列地面部队的战损。那以色列在这一方面，如果是不能说像打南加萨这个或者北加萨这个地区啊，轻而易举摧枯拉朽地面轰炸，然后就进去做扫荡就结束了。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在这一方面经过8个月的战备准备，还有地下化，想要去扫荡他们，以色列的所能够造成的这些战损，绝对会比加沙走廊战损来得明显，来得多。对，这样的话，对以色列尤其是纳坦雅胡他们的战争内阁，它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压力，而且战线拖长。现在这些我们讲的这些世界其他的国家，包含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会当中，美国是面对的压力哦。那这样的话也会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压力哦。那以色列的话，下一个动手，那他对黎巴嫩真主党动手，不要忘了他还有一个战略预测，就是叙利亚。叙利亚这时候会不会也出头做战略牵制？不无可能。这样的话，以色列会变成在戈兰高地跟黎巴嫩真主党两边用兵，两边都有压力，对以色列会形成巨大的战略压力。是我们先接广告，等等回来，请大钟老师来做总结。最后要请大钟老师帮我们总结。对，我觉得那个俄乌战争目前还是2个重大的议题，就是一个就是如同大家所预料的，美国把第2条线那条线就拿掉，那个红线，你看乌克兰怎么说？他说红线都不存在。好，这个红线就是说我可以使用西方的武器去打击，有限度的打击。那目前美国的公开讲法是仅限于哈尔科夫市，因为哈尔科夫的确离俄罗斯边境大概就30-40公里。但是已经有些成效出来，包括刚才将军所讲，包括像无人机海马斯系统陆军战术飞弹，还有长程的精准打击的火箭都已经用上，短期之内会反映出一些效果。但一般判断是说，美国把这条线拿掉，主要还是因为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乌克兰在前线包括在东线还有哈尔科夫这条战线，它是压力比较大，所以如果你不做调整的话，乌克兰会有一些风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马上要召开的这个瑞士和平会议，大家应该还是要仔细观察，因为其实中国大陆早就说，他说大概他不会参加。那不会参加理由，他提了3个。第一个就是说要俄乌共同参与，第二是平等参与，第三是要公平的考量各个版本。但目前看起来，在瑞士和平峰会讨论的版本就是乌克兰的版本，它基于所谓的联合国的一些宪章基本精神。那这个版本对于巴西或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他不能接受，所以在5月23号的时候，他提了6点共识，其实基本上是还蛮符合1年多前北京所提的12点政治解决方案，降温谈判人道主义，赶快交换战俘，
不要打核电厂，还有反对集团对抗，这些6点其实大家不陌生，但对于乌克兰来说，他是比较在意的，所以这才会为什么前几天，泽连斯基在这个。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你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江战略所教授李大中。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今天他来到了立法院被询，哇，成为焦点。为什么一出来之后，大家对他有好多问题呀？这一回呢，顾立雄新任的国防部长下令了，全军主官留职是恢复常态。好，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过去2年，那邱国正部长呢认为说，两岸之间的这个情势比较紧张一些，所以呢，他那个时候有要求正副主官其实不能同时休假或离营，就是要有大人在家的意思。但现在呢，这个我们的部长顾立雄他认为啦，长时间的运作其实都已经有一定的相关经验在累积嘛，所以他要恢复各级正副主管留职规定是恢复常态啊。他有特别讲他说这个其实不叫做所谓的秋归顾未遂，这个是在邱国正部长任内其实就一直有在讨论，那只是他现在呢拍板定案做这样子的一个宣示，大家开始在讲是要告诉大家其实情势没有那么紧张吗？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大家问到第1集，他说不要讲第1集啦，我们现在讲叫做行使自卫权，他定了一个调叫做共军如果进到我们12里的领空或者领海的话，那么我们国军呢就可以行使所谓的自卫权，依比例进行自卫反击。只是当时军演的时候，到底他有没有清楚的下达命令？今天也被问到这件事情，来听听他的回应。部长在0523解放军在围台军演的时候，只花了20分钟听取各单位的简报，就离开衡山指挥所，请参谋总长直接主持长达5到6小时的战备会议，部长没有坐镇指挥。5月23号那一天早上，在7点半就开战敌情汇报。那在这个中间就已经接获这个共军要实施这一个联合利剑的演习，所以在当下就已经做了一些指示，就这一个作战层级或者是战术层级的这个部分呢，我就交给参谋总长。部长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特别强调，我哪有没开会？有的，我有开会啊。但是呢，他也承认，就作战层级或是战术层级的部分，他是交给参谋总长他去做指挥的。而他先前有特别讲到会接到 AIT 的电话这么一件事情，今天也被媒体问到了。他的讲法是说，我没有接到电话啦，但是呢，我只是想说，台美军事合作很多只能做，不能说。好，这样子的一个定调是什么？是他认为台美关系其实越来越紧密了吗？应该是这样，因为当拜登在提所谓出兵护台湾的时候，顾立雄他就很感谢对方，说呢这个叫做强化自我的防卫能力，也显示台湾的一个重要性。但是呢，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后续的一些报道，因为苏立文出来讲的就是我们还是重申一中政策是没有改变，对岸的讲法就当然是任何的威胁啊都动摇不了，就是对岸呢他要捍卫他们完整的领土啊这些决心，然后呛任何威胁都不影响统一。其实呢，在美中之间的军事较劲已经不用多说了，因为来看看最近在东北亚这边呢有蛮多的变化。当美国的航母现身在大陆的门前，也就是在日本这一边，过一阵子可能还要所谓的美日韩演习的时候，也看到了对岸呢出了一个双尾蝎的无人机来反制，后面有2个尾巴，这个呢是被日本这边发现说它是进到了飞越宫古海峡，进到了西太平洋，然后到达冲绳以南之后再回去。那这一些作为呢，大家开始在讲会不会其实就是无人机要来侦察美国航母，希望能够加以反制。说到无人机，对岸呢，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算是强项了，而也发现说有一艘航母看起来怪怪的，体积没那么大，很可能就是无人机航母。这个呢都是美国卫星下所拍到的，在想上面是不是有什么样新的技术还没有被更新到？这一些美中之间的秀肌肉军事角力，其实呢一直以来都在
国际社会在军事迷当中广泛的被讨论。但是回过头请教亮哥，对于台湾来说，应该有自身的一个看法跟利益。现在新的文人部长、国防部长上任，他下令的第一件事情叫做全军的主副主官，其实呢留职是恢复常态，没有关系，可以同时休假或离营，有事再报就好。因为顾立雄有一些新的指示是对比邱国正啊，对，那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感觉有放松的味道啊。那事实上坦白说，联合利剑军演是那个顾立雄上台之后才发生的。邱国正那个时候事实上只是共军逼近，然后邱国正就说他睡不着觉，你记不记得？那后来邱国正也在立法院说出了第1集，他认为要有新的定义嘛，那引起很大的争论嘛，不是吗？那你会觉得邱国正那个时候所面对的台海情势会比现在更危急吗？我相信全世界都认为现在应该更危急、更严峻吧。包括董军讲那种话啊，包括联合利剑军演2024A 后面可能还有 B、C、D，那结果顾立雄刚上台的这个连续的指令，给人家感觉都是在放松。这个真的有点不可思议了。我说实在啊，就是他即使要让军人能够恢复正常的休假，他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宣布吧？他这个时候宣布真的很怪了。那这样我们的飞行员是不是也要不要让他们那么累啊？我们飞行员一天到晚在警戒升空啊，这个我们张司令最了解，很辛苦的啦。所以今年届退嘛，刚好合约到期。很多人想要转到这个航空公司去当那个机长啊，不是吗？就这里面恐怕，我是觉得真的有点怪啦。就事实上大家是很好奇说，你面对这个解放军可能还会增加升级军演的态势啊。比如说，我们也看到金门那边出现了2艘登陆艇嘛，不是吗？那我们也跟监了啊。那联合利剑 A。事实上，它的规模也超过预期嘛，结果你这个时候好像很轻松，而且他讲这个话实际上并不清楚啦。共军进入12海里领空领海，可下令国军行使自卫权，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指，然后他又说依比例进行自卫反击。我跟你讲啊，军队的 SOP 不能这样写啦。其实军队的 SOP， 我想张将军比我清楚。都是一动，就是一说就一个动作的，很清楚的。什么叫做依比例啊？你认为那个飞行员可以判断吗？依比例，怎么可能呢？一定是什么事情发生，你就要做什么动作，一定是这样吧？那我不知道他如果做第1集，要不要回报长官啊？还是他自己可以决定？因为12海里已经非常近了嘛。是。那我觉得顾立雄在这里并没有讲清楚啊，就是因为这样。所以邱国正才会睡不着觉啊，所以我觉得这里凸显出一种问题啦，就是他对那个军事的真正的那个现场的实际状况，他没有办法体会啦。这个张将军当过飞行员呐，我想等一下由他来说明，就是说你不能体会人家在第一现场必须要做出全变的决策啊，你要给人家指示啊，是什么样的权他可以做。那可以不受处分，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是觉得有一些那当然马文君问那个也是有意义的啦。就说他就交给参谋总长了啊。他说有关战术的执行啊，实际的军队的这个怎么样去做战术的推演，由参谋总长去负责。那这个跟你前面讲的也有点矛盾啊。那既然参谋总长都比你懂，那请问你7点半你是做了什么指示啊？你怎么能够指示呢？如果你对参谋总长懂得那些所谓的军事的战术的部分，你是如此不熟悉啊，然后你谦虚说我就离开了，你怎么能做指示呢？而且他也承认后面开了5、6个小时，你如果不熟，不是应该坐在那边听一下吗？你怎么就走了呢？那请问你到底要负责什么呢？难道你当国防部长？就如我所听到的，你只是要负责
军购跟建案的管理监督，以及军中的转型教育吗？难道你只负责这2样吗？那有关台海的严峻的情势，我不知道你如何下达指示啊。因为军购跟建案，还有这个军中转型教育这种东西，都不是我们对一个国防部长的期待而已吧？国防部长我们会想说，国家碰到危机啊，你要有指挥的能力啊，且不要说是你自己指挥啦，可是你至少要进入状况吧，你至少要知道，台湾现在的状况是怎样，然后你就战略面，因为你跟总统跟国安会比较有接触嘛，那你总要有一点 sense 吧？那怎么在这个时候就通通都交给参谋总长了呢？所以我是觉得有点怪了。就台湾来说啦，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氛围之下，大家会希望说，即便他可能没有真正在做这个所谓的战术层级啊，或者作战层级的指示，但是应该要听得懂，或者是应该要看得懂。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司令哈，原因是因为在今天的这个问询当中、询答当中，他也很明确的讲到，进到12海里的领空领海的时候，就可以下令国军行使自卫权。那大家就想问了，它的依比例，因为你明确的讲出来，如果人家真的飞到那里的话，那你要怎么做？对，这个可以讲，在12海里，这进入12海里就可以行使自卫权，并且按照比例，那这个比例是怎么样的比例？100%还是10%？我认为这个要很明确，这不能有任何模糊空间。因为兵凶战危，这个一定要谨小慎微，非常谨慎，不能有任何的模糊地带。这个开玩笑，这打起来这不得了。所以这个授权是由哪里来授权？空中的领队就是可以做决定的吗？还是海上航行中的舰长就可以下令直接？因为已经到了12海里，他就可以按照这边依比例进行自卫反击。那这样的话，我认为不要有任何的模糊地，因为每一个人主观都会换。今天这个1年之后，这个舰长干完了，或者这个飞行的领队干完了，下个副舰长上来了，会换人。你这个如果有模糊空间的话，那这样换了一个人之后又不一样了。那因为定义不清楚，每一个人的解读的状况所阐述的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要非常谨慎。那他这样的话，有点就是说这个太模糊了，这个弹性太大了。我认为这一方面要非常的严谨，非常的谨慎，因为开战容易，但是要结束战争是很困难的。不管是乌克兰战争，做这一次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都是一样，冲突是很容易就发生，但是非常困难去收拾。那像您当飞官的时候，交战的命令是什么？您的权限会是什么？那这个时候也空军那时候作战司令部，后来会变成作战指挥部，要向他们做请示，他们会下达，不是空中领队。空中领队的话，它上面一下达，我们空中领队就要做了。那有相关的战备规定得非常清楚。35海里的状况是怎么样？在侧边25海里的状况是怎么样？在后面15海里都规定的非常，我数据到现在不同的位置还讲得非常清楚。对，非常的清楚，而且都要考试，飞行员都要考试的。对，这个什么叫防空紧急？当雷情显示敌对之空中行为已正在进行或迫在眉睫，而必须采取之一种紧急作战行动。我们都背得非常的清楚，所有飞行员要牢记，而且要考试，还不能错了不及格停飞，是这个样子。我们飞行员每个人都按照这个规定来走，所以是非常严谨，因为这个不可儿戏，因为这是国家大事，不是只是一个分队。那如果我们就空中就没有上面指导，我们就直接把它击落了，那开玩笑，那击落是很简单呐，发射飞弹一按就击落了。但是问题是击落之后，那不得了的事情就爆发了，会这个状况。我认为部长他现在这个全军的主官留职恢复常态啊，我认为这个要做3件事会比较好。第一件事军人的工作压力大，而且军人的收入比较低，是不是给军人加薪加1万？因为最近呢，我认为军人的工作的负荷太重了，而且自我伤害的案例也多，前一阵子的这方面都有记录，我是不是给他们加个薪，加个1万？我们买6000多亿，那你加1万，15万人才15亿，不多。我认为多照顾军人，对军人不要吝啬。一加深的士气都提振，我认为对军人的照顾，他都会用在他的工作上面，他更爱的话，他更容易留在军中发展。我认为这样子是很好。第二个，我认为那个有某一个执政党讲了，军人是米虫，那我认为部长应该出来，这些劳苦功高的将士绝对不是米虫，你要出来讲。对，因为以前他们讲军人是米虫，这个对军人伤害非常大，
有谁哪个年轻人要过去当米虫？我认为这个部长出来讲，劳苦功高的将士绝对不是米虫，为了国家，为了台湾，要这个样来讲，是要这样来说。那第三个，我认为要完全落实依法行政，因为不能说按照个人的喜好，而不按照法律来走。我认为要这样子，人家以前没有按照依法行政的，以前的人大家来检讨，现在以后他上来的时候，完全依法行政，因为我们是民主国家。你在依法行政之后，军队每一个人他就光专专心心做事，不是这个逢迎拍马在那边趋炎附势啊，就不会了，整个战力就会强起来。所以我认为先落实这三项很容易做到，而且国军战力马上就强大。是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大中老师，你怎么看？对，我觉得顾立兄有句话，我觉得本来就是了，就是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很多东西只能做不能说，其实本来就是如此，就是要低调，就是要务实，很多东西就是不能敲锣打鼓。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几年之间的一个状况。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过度的宣传一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拜登说不排除动用武力保护台湾，他在接受《时代》杂志的专访，我觉得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是第5次嘛，我们把它算的是第5次，但前4次是哪时候呢？大概集中在2021到2022年之间。包括 CNN、CBS、ABC 的专访，还有2022年在5月在公开的这个记者被问的场合，代表说看起来2023年去年包括台湾大选，整个情势是比较严峻的。其实拜登并没有讲话，所以这一次讲话，我觉得当然也是他延伸他的政策，但是我觉得也许还是跟美国的国内大选相关因为当川普讲了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要轰炸北京的话的时候，拜登在这边把他的这个立场讲得更清楚一些。但我们还是要知道是这个美国的政治还是就所谓的战略模糊这个并没有很明显的改变。那这一次其实拜登在这个《时代》杂志讲法其实也很有趣，他其实说不寻求台湾独立，但如果北京试图片面改变现状，那美国也不会用双重否定，也不会防卫台湾那记者就追问会不会动用武力，不排除动用美军呢？他才讲说不排除动用美军，但这个动用这个派遣海陆空军还是有所差异的。其实这个讲法其实会蛮符合一般的一个认知但是大的架构我们必须还是要知道，就是战略模糊，而且这战略模糊是有很长远的历史先不管在1954到1978年，当时我们跟美国还有共同防御条约1979年之后我们有台湾关系法，但台湾关系法一直到现在就是战略模糊因为它的条文里面讲的就是给予美国的总统最大的一个行政裁量的空间跟他决策的余裕，我觉得这一点是最符合美国的利益了。但是的确拜登在这4次讲话里面，他往清晰的方向移动，他其实大概是要增强美国对北京的嚇阻实力不希望北京在新的局势之下误判或是造成一个所谓的一个不该爆发的一个台海的冲突，我觉得这是拜登讲话的重点，但是应该还是跟美国总统大选的氛围是相关的。应该跟选举还是有些关系